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心慌意乱，原来也是一种成长。慢慢等时光找出答案，终于明白了一座一座的山，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。演出的陪伴、孤单、聚散和一点汗，化成了温柔的倔强。岁月的温柔多倔强。Hello， 有什么事情都给拿出来！不要来，不要来！你劫财，不要吓到人！别讲这么多废话，手表拿出来！你就是发简讯给我们那个人。我不懂在想什么，赶快拿出来手表！那这条绳。哎，你不用跑，我的东西要还给你。哎呀，强哥，有血了！强哥，你没事吧？强哥。强哥，护士说你现在的情况最好留医观察1个晚上。我都没事，不需要留院。不行，你一定要住院，确保你没有脑震荡或其他的后遗症才可以回家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清楚吗？我都说了，我没事。你要是清楚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坚持要出院，我就把你的情况告诉阿哥，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啊，真的会出大事的。哥，要告诉我什么情况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明明听你说有什么情况要告诉我的。都是梅姐了。哎呀，她太夸张了，我只是不小心滑倒而已嘛。啊，是啊，人家是关心你嘛，真的是好心没好报。阿哥，你帮我说说你老爸。你呀，不久前才伤到腰，现在又跌倒，都已经50多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？看一下还有伤到哪里？没有了，你都说了，我才50几岁，年轻的很啊。哎，没事的，走，我回去了，走，哎，走。爸，梅姐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去还钱。哦。哎，张哥，你口渴了吧？我去买点饮料。爸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。谁？你不认识的。哎呀，你们2个怎么跑到这里啊？哎，马上水了。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走。叶静婷，你服了药，为什么不留在急诊室啊？麻烦你跟我回去，我们需要帮你录口供。我不要，我真的不是被人家打的。你这些伤看起来就是被人打的。真的没有啊，我是自己不小心跌伤的。不管是谁打人就是不对，你应该说出来。Madam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儿子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很担心他。
你真的不要报案。伟聪，哎呀，烫伤了，快点冲冷水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妈妈每次跟你说不要煮东西吃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妈妈，对不起。不怪我不好，今天太晚回来了。哪里？痛啊！快点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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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肚子饿？来，出去外面坐，妈妈很快煮东西给你吃啊。来，亲爱的，哦，哇，陈火畅，害我倒这么多糖，绿豆汤这么甜，怎么喝？担心什么？只要是你煮的，再甜我都喝。真的吗？哇，全世界第1名的绿豆汤就在这里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夸张。爸，你还发什么呆？我没有发呆啊，我是在细细品尝这绿豆汤，火候适中，甜而不腻。这摊绿豆汤我们都吃了几10年了，你现在才来细细品尝，是你才怪。喂，老杨，什么事啊？哦，好，那谢谢你啊，待会儿你把地址发给我。OK。什么事那么开心？有大生意啊？我叫同行的人帮我留意，看有没有梅姐的无锡花项链。今天有人就拿去老杨那边断档。那么快啊？那个拿去断档的人，就是抢劫你跟梅姐的人。老杨说那个人姓苏，叫苏凯丽，应该就是鞋匠的孙子。待会儿老杨会把地址发给我。你做那么多，就是为了找到鞋匠的孙子？是啊。爸，你怎么最近那么积极的在找人，还想把储藏室的古董物归原主？你有点怪怪的。还不是为了你？你不是常说储藏室里没位置，还有啊那些旧的物品都发霉了，我只好决定把那些东西清一清。可是我都讲了那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？反正找到东西的主人，说不定还可以拿回一些赎金，帮人帮己，顺便让你这个小老板开心。可是那些东西也不怎么值钱。拿不回钱就当做大扫除，能清多少就多少。哎，我去冲凉了。
哥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些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吗？哥，你干嘛？心不在焉的，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个苏凯丽看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他见到我们就知道了。可是你确定人家住这里吗？哦，你看，他的 IC 住址就在这里啊。Hello， 有人吗 ？Hello， 你在找谁？嘿，小妹妹，你爸爸在家吗？不在。那你爸爸叫不叫苏凯丽？不是，苏凯丽搬走了。那你知道她搬去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拜拜。小妹妹，我们在打听过吧？哎，你们在我家门口干嘛？哦，这是你家？是啊。那你认不认识苏凯丽？她是我房客啊。那你知道她搬去哪里吗？搬？她没搬啊。可是刚才你女儿说她已经搬走了。她是苏凯丽的女儿啦，不是我的。啊？喂，为什么刚才叫你不出来？你是不是欠人家钱，还是惹了什么麻烦？没有啦，我只是不想理他们而已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连累到我啊，你们马上收拾东西搬走啊！还有啊，3个月的租金1毛都不少。我只是拿钱去投资生意，一时周转不过来。我苏凯丽会连这点钱都没有没？如果你每个月准时给我，我就不用每天跟你要了。你不用担心了，我这里是不会住太久的，很快我就会赚很多钱，带小米离开这里，不用看你的脸色。信你才怪啦！小米，什么事 ，Daddy？ 你要不要吃 ice cream？ 要，耶！你要吃什么 ice cream？ 我要吃巧克力的 ice cream。巧克力不好吃啦！苏凯丽，哎，电话！哎，快，苏凯丽，快来，快点！哎，你不要跑！我要跟你说。不要跑了！哥，你小心啊，他很狡猾的。快点，快点啊！苏凯丽，这边，来，不动。Daddy， 你是不是又抢人家的钱？为什么要跑这样快？我没有抢钱，我只是跟他借一点点钱而已。我们可以去吃 ice cream 了吗？你还要吃 ice cream 吗？我要。还这样大声啊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抢劫你的钱，我也是，我知道我是错，我是不应该，我活该。可是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不是啦！你看我一个人做工，从早做到晚，很累的，而且我还要照顾我的女儿。你看，我的女儿咳嗽咳了几个月了，我还要一直送她去医院，她一直发烧啊！你看啊。Daddy， 我很累。哎呦，等一下啊！对不起，我抢你的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不过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？啊，千万不要报警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为了抢劫的事情来的，我们没有要追究，没有要报警。不要追究。不要。真的？真的。是真的。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，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想把它还给你。这是你爷爷的无价之宝。哇，这么重啊，很值钱的。这就是你爷爷当年的修鞋工具，你爷爷用它们修了几百双鞋子，非常珍贵。还真的是无价之宝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你给我这些东西做梦？
你也不能说它不值钱，你爷爷很珍惜这些东西的。当年你爷爷把这些东西当给我们，我知道，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赎回去。那你就等他赎回去了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小时候，你爷爷发生了意外，走了。他死掉了，就应该把这些烂东西一起带走吗？什么烂东西？这些都是你爷爷希望一代传一代的宝贝。连宝贝都这么不值钱呢，我这一生真的是注定要倒霉啊！当年你父母被判死刑，要不是你爷爷靠着这些工具日夜打拼工作，你早就饿死街头，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对，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要不是他死掉，我会被送到福利部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欺负，还被人在背后说我是一个毒贩的孩子吗？我中学没有毕业，读书的时候没有钱补习，连课外本都没有钱买啊！他没有教好孩子就好了，为什么连累我呢？我当他的孙子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啊！妹妹，阿姨，以晨，谢谢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阿姨看到你啊，就觉得非常开心。是吗？嗯。喂 ，Roy， 什么事啊？我儿子啊，一谈起公事，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可是你看，他现在还会转过身关心你，怕我欺负你，可见啊，他有多在乎你。你怎么会欺负我？我看他是怕我欺负你吧。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开心，我跟他爸爸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对了，听他提起，安哥最近有点忙啊。是啊，从早忙到晚，都不见他休息。哇，那不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吗？他把所有的时间跟精神都放在工作上，就连去晨运，也是因为那里非常清静，他可以自己好好的想想工作上的事。那他平时都是去哪里晨运的？麦里兹蓄水池，每个星期天早上他都会自己去那边走1-2个小时。自己？阿姨没有陪他去啊？不陪太累了。我偶尔去打高尔夫球还行，要我一大早起来去走，真的是太累了。不过如果去 shopping 的话，我还会考虑考虑。shopping 可以。你哪天有空再陪我去逛逛街。大鹏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呢？我刚到啊。大大，过来。我的儿子克彦，大鹏叔，你记得吗？大鹏叔你好。这么久没见面，你应该找个时间跟庆丰聚一聚啊。邱庆丰，他可有把我放在眼里。哎 ，John。姚家，刚才我在酒店碰到了大鹏。他在新加坡？你上次不是说要帮大鹏解决钱的问题吗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他的表情有点冷淡，说话也不友善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生意上有一些误会，之后就没再联络了。好了，我还有事要忙啊。
Hello， 哥。哎，是你啊？你也来运动啊？啊，是啊。不过我对这里的路不太熟，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跑？好啊。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坐下吧。你真的是体力很好啊，跑那么远的路都不会喘的。我每个星期天都来，早就习惯了。人要多运动，脑袋才会灵光，可以更好的处理工作上的事。难怪你的脑袋那么好，开了那么多家分店。那我应该带我爸爸来跑一跑了，不然你看他的脑袋那么古板，到现在响当当都是一间店。虽然我的爸爸不是很会做生意，可是呢，他真的是把他的一辈子都奉献给响当当了，真的是几十年来没日没夜，只是为了让店撑下去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谈一谈你想说过响当当的事情。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一家人挺有压力的。我是觉得，你无论收不收购响当当，对你的生意都没有什么影响。可是，对我们就不一样了。响当当是我爸爸的全部，真的是全部啊。所以，我才想拜托你，看有没有办法，可以不收购我们的当铺。好。真的啊？看在你是柯燕的女朋友份上，又这么孝顺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啊，真的谢谢你！我替响当当谢谢你，替我爸爸谢谢你。那现在是不是有精神继续跑啦？跑多10公里都可以，跑走。还有我的听写拿100分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！我今晚要吃 ice cream。哦，好。我要吃巧克力的。又是巧克力。喂，慢，要乖乖听话啊，不要闯祸，知道吗？拜拜。
什么、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没有弄到啊？啊？对。哦，你是骗子啊！哦，哇，真的是倒霉啊！到哪里都遇到这个麻烦的家伙。刚才你是不是故意撞我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孔子说过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出也。演你的头啊！你孔子，我还是你老子呢。他的意思是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能够安心享受的。你还年轻，为什么不脚踏实地，安分的找份工作？我已经40多岁了，要什么出路？男人40一枝花，人生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关键是小米才7、8岁，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骗吃骗喝把她养大？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你女儿想想嘛！啊！我就是为了她着想，才会能赚大钱的。万一有一天你被警察抓了，小米她怎么办啊？是不是想像你小时候那样，被送去福利部寄人篱下？你不要摔嘴了。偷拍我！你要跟我去找一份长期工，认真的养家，要不然我把这个视频发给警方。喂，不要来！还给我！管你按错，这个视频发出去你就完蛋了。你以为找份长期工这么容易吗？如果找得到的话，早就去做了。我是坐过牢的，我跟那些人讲说我坐过牢，他们的脸马上变板大力像青色啊，他们马上叫我回家吃自己啊。那只是一部分人，还有很多人愿意给前囚犯机会的。他们都是讲爽的，只要讲说会尊重、会公平对待我们，都是放屁的。你叫他们摸摸良心回答了，没有一个人会请我们的。或许你遇到很多戴着有色眼镜的人，可是公平公正的雇主也不少啊。很多囚犯都能找到工作，你也可以的，只要你肯努力、认真的做。你讲的这么容易，你找一份好的工作给我了。好，我找到，你要做，你发誓，做就做了，谁怕谁啊？明天早上8点，我带你去监工。几时？明天早上。哎，快点，我们迟到了。哇，不错嘞，在空的地方做工啊，专门一下。他叫苏凯丽 ，Paul 就是这里的管工。哦 ，Paul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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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的。OK，OK， 先去换制服。做美女就要穿制服的。你有做扫地的？是啊。你有做扫地的，给有没有人知道？我很丢脸的。职业不分贵贱，清洁工凭劳力赚来的钱有什么不好？安安稳稳，好过你去骗吃骗喝。哎，是你骗我来的，你也是骗子哎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做的话，也没关系，最多我去报警，你去坐牢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可怜的小米一个人孤苦伶仃，自生自灭哦。我又没有讲我不要做。OK， Paul， 他做。你确定今天开工？好，今天开工，一定要今天咩？阿明，来，带他去拿东西。好，明天不可以啊？啊，来，跟我来。你负责这间女厕，等一下我过来检查。姑姑，
酷酷，酷酷，你在找什么？找酷酷啊！到我吃饭时间了，不懂跑去哪里了。会不会是跑去别的地方了？不会的，我每天都在这里喂它，它不会跑去别的地方的。我不会被人抓走了吧？不会的，我们一起找。你要叫它的。酷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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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。酷酷，酷酷吃饭了。酷酷，酷酷，酷酷啊，吃饭了。酷酷啊。不要担心，酷酷会没事的。我刚才抱它的时候，发现它身上有肿块，我怕是癌症。这么严重？猫猫患癌症的症状跟酷酷现在的一样。怎么样？他的腹部有块肿瘤，需要多做一些检查才能确认。好，那麻烦你了，有什么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好的。 你不是说那位兽医很有经验吗？以前也帮你治好其他流浪动物，有他帮忙治疗酷酷，你可以放心。猫猫一旦患癌症呢，对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的。其实你那么喜欢动物，对宠物医学也很了解，为什么不去做跟动物有关的工作？其实是有想过的。那为什么没实现？ 就因为一些原因，是因为老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每次去动物收容所做义工，都不让他知道啊。新加坡的大学没有兽医系，所以如果你想读的话，就一定要出国留学。 那个时候我本来想可以出国半工半读，可是当我被学校录取的时候，响当当刚好遇到一些问题，需要钱周转，所以我就把我读大学那笔钱呢给响当当解决问题了。没办法实现梦想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有什么好可惜的？人生都没有完美的嘛。 我是怕我爸惭愧，才没有告诉他我去动物之家做义工。你真的不后悔？不会。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啊，可以在响当当工作，多点时间陪爸爸。他年纪大了，有人帮他分担一些压力是好的。对了，说到这个。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爸已经答应我不收购响当当了。你见过尔培？你妈跟我说她每个星期都会去承运，我就去那里等，还真的让我遇上了。你去见他，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你每次都说他忙，说他很多工作，那我真的有事要跟他谈嘛，不是自己去碰碰运气了。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为什么我去见你爸要你保护我？你不会是担心他不喜欢我吧？你想太多了，我跟他不知道相处得多愉快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吗？你质疑我啊？我真的觉得他挺喜欢我的，不然你回去问问看啊。 走吧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哎呀，佩佩，
你是不是和以诚见过面？是啊。你跟他说你要放弃响当当。为什么？我儿子的女朋友来求我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这就对了。以诚那么好，为了达达的幸福，什么恩恩怨怨都把他忘掉。我也是考虑了很久，才决定为了你，不再对付陈火昌。你决定原谅他了？我不可能原谅他。可是至少在收购响当当这件事情上，我可以为了你选择妥协。姚家，你真的是个好爸爸，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达达，太好了。谢谢培培。爹地还说星期六要带我去 SS 玩，然后去restaurant吃龙虾。哇，你爹地这么有钱，他是大老板，做很多生意的，随随便便就有很多钱，这么厉害。小米，你看漂不漂亮？好漂亮啊！我也想要一只。不是说你爹地很有钱了，叫他买一只给你咯，才几10块而已，很便宜的。还是你怕他骂你乱花钱？爹地才不会骂我，我跟他说，他一定会买给我的。嘿。安哥，这只手表多少钱35块。小妹妹，什么事啊？安哥，可以借我钱吗？我忘记带钱包和 bus card， 没有钱搭巴士回家。哦，这样。啊。谢谢。安迪，可以借我钱吗？谢谢。喏，五谷原主。张哥，你到老杨那边赎回来啊？哎呦，多少钱啊？我还你。还什么还？你也是为了我才会被打抢，这算是我欠你的人情。哎呦，讲什么人情？我们两人呢，还需要那么见外吗？忘了告诉你，我帮了苏凯丽找到了工作了。啊？你帮那种人找工作啊？他肯定做不久。我有他的把柄，他不想做也得做。你说什么就什么啦。张哥，可不可以顺便帮我？喂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好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苏凯丽她辞职了。我都说了嘛，这种人不可以帮的。不行，我去找她。
苏凯丽，苏凯丽，开门！谁呀？是你吗？什么事啊？哇，哎呀，都几点了，你还没刷牙？喂，好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做？为什么要辞职？你知道那份工作有多脏吗？我才不要做啊！你真的是不知好歹呀！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失业没有工作做吗？那你叫他们去做了，叫我做梦。你不去工作，视频还在我手上，我可以发给警察。快点交给警察。那我爷爷知道是你害他的曾孙女儿变成孤儿，他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？竟然利用你女儿还有死去的爷爷威胁昌哥！我就是不要做人，可以吗？你咬我啊！之前你说肯为女儿踏出第一步，为什么不坚持下去？每天要擦马桶、洗地板，你懂有多脏吗？我不如去偷去抢啊！你说别人笑你是毒贩的儿子，难道你也要小米被人家笑是骗子，是抢劫犯的女儿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？吵死人了！这个人，苏凯丽，苏凯丽，回去工作，自食其力。安哥，我没有钱，可以给我2块吗？谢谢。小妹妹，我刚才不是给了你2块钱，为什么你还在这里？不是说要回家的吗？小小年纪的，居然四处骗钱！你爸妈在哪里？我要去跟他们讲。都说了，那种人不值得你帮，你就不信。哎，你看那个小孩，不是苏凯丽的女儿吗？是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我。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欣赏过的风景早已模糊不堪。所谓快乐、悲伤，是否不再一样？拥抱多少失望？才勇敢，勇敢并不代表不心慌，心慌意乱原来也是一种成长。